温宁无辜地眨眨眼睛，不明就里。魏无羡吞了一口唾沫，其实我和他憋了半天，又道：我们是碰巧遇见的，你说巧吧？哈哈。干巴巴地笑了几声，终是笑不出了。想来自己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先前在莫家庄附近被为难，多亏姑苏兰氏路过解围，同行几天也对他颇多关照，方才还在百家面前不由分说地袒护他，以情姻相助，可他却说得不好听些是欺骗。饶是他魏无羡素来面皮极厚，也觉脸上烧了起来。夜幕已沉，蓝忘机大概没看出他脸上的变化，只是垂下眼睫。顺着他的目光，魏无羡低头一看，方才那一失足，自己下身已湿透了，衣服全贴在腿上。晚风一吹，魏无羡不禁微微发抖。此具身体非修行者，薄弱得很，别提他还受着重伤。下一刻，蓝忘机脱下外衫，将他紧紧裹住。魏无羡大惊失色，吓得声调都变了。韩光俊，不必，真的不必。不是不知道蓝忘机多爱洁，碰他的衣物更不用想。自己不过湿了腿，居然要把外衫借给自己穿，实在受宠若惊。蓝家还有不得衣冠不整一项家规，脱了外衫，他怎么办？魏无羡按住蓝忘机的手，还要抗拒。蓝忘机道：别动。不容置疑，且语气不善，似在迫于教养，极力压着一股火。魏无羡顿时没了脾气，僵着身子，乖乖由他摆弄。衣带在腰前打了个死结，一阵若有若无的檀香味萦绕身侧，清冽好闻。魏无羡忍不住多嗅了两下。魏无羡待蓝忘机为自己穿好，纠结片刻，正要开口说话，然话未出口，更恐怖的事发生了。蓝忘机俯身超过他的膝弯，将他抱了起来。魏无羡耸道：蓝。温宁听见叫声，以为他遇到了什么危险，当即冲上来，狠狠地向蓝忘机一扑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略一侧身，温宁便扑进了水里。温宁挣扎着爬起，又要锲而不舍地扑来，眼看碧尘灵光一动，似有出鞘之意。魏无羡忙制止道：温宁，停，我很好，我没事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温宁赶快离开。蓝忘机暂时没有抓捕温宁的意思，不代表会一直没有。趁他现在还比较好说话的样子，魏无羡偷偷打了2个手势，催温宁快走。温宁服从命令，迅速遁入林间，消失无踪。西前月下，唯剩2人，不知是否错觉，连虫鱼鸟雀都敛声细语。蓝忘机抱着他稳步前行。魏无羡刚调走了温宁，旧账未结又添新账，心头更虚，也不敢说话。就这样走了一会儿，溪水之声远去，魏无羡终于憋不住，劝蓝忘机把他放下。蓝忘机目无斜视，充耳不闻。魏无羡更确信他在生气了。虽然从前蓝忘机就不爱搭理人，可现在怎么说？借他外衫，还愿意抱着他走，唯独对他的话拒不理睬，说明这份不睬非是对他有什么厌恶。可他在生什么气？是气自己隐瞒了鬼修的身份，或是已经认出了自己。魏无羡暗自思索，想不出所以然，便好声好气：韩光俊，你带我去哪儿啊？蓝忘机终于答道：云深不知处。魏无羡一听便不乐意了，大肆挣扎：我不去。他抢天呼地，手脚并用，结果不小心牵扯到了伤口，痛得倒吸凉气。蓝忘机面色一沉，忽变得有些可怕。那只伏在他腰上的手轻轻一捏，魏无羡便感浑身一麻，瞬间就软了。他歪在蓝忘机怀里，半边脸颊紧贴蓝忘机的胸口，姿势别提多难堪。魏无羡满心不可置信：定身术。蓝忘机面不改色，好似什么也没发生，他的手只是不慎滑了一下。蓝忘机将魏无羡抱严实了，继续前行。魏无羡心道：不对，非常不对，这个蓝忘机真的是蓝忘机吗？他不会被夺舍了吧？魏无羡尝试冷静思考，起码从修为上看，如假包换，别说寻常人了，就是蓝家其他人，估计也无法弹出那样高深精湛的曲子。若真是蓝忘机，那么他这些年也不知经历了什么，变得这么令人吃惊。他到底有没有识出自己？魏无羡身体动不了，只好眼珠子四处乱转，滴溜溜转到胸口上，想起方才蓝忘机的神情变化，忽而恍然大悟：
莫非蓝忘机是在关心我的伤势？他道：韩光俊，你还是解开我吧，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走的。蓝忘机果然不睬。魏无羡又苦口婆心继续道：我伤没什么，真的，可能也就伤了一下肋骨，但走还是能走的。你真的不用这么抱我，实在要抱，你把我解开行不行？我这样动不了好难受，胳膊都麻了，解开好不好？软的硬的，嘴巴都说干了。蓝忘机就是不为所动，任他在怀里喋喋不休。魏无羡心里一来气，梗着脖子道：不信，我给你检查，脱光了查，你总满意了吧？心想着，这下蓝忘机该害臊了吧？此等言语虽算不上污秽，但放在前世被蓝忘机听见了，还是要把他掀出去的。可没想到蓝忘机垂眸睨了他一眼，竟真的寻了块干净平整的石头，将他放了上去。随后在石前半屈下膝，目光沉沉地审视他。魏无羡动弹不得地躺着，像条砧板上的鱼，来不及发猛，领口就被蓝忘机解开了。三两下敞开外衫和中衣，露出莫玄羽削瘦的胸膛。蓝忘机伸出二指，在他胸腔上由上至下探了探，触及伤骨，魏无羡不自觉嘶了一声，蓝忘机眉头皱得更紧。可能骨头是断了，但是我腿没断，可以走的。蓝忘机不答，撤了手，仔细为他理好衣衫。魏无羡正要再说些什么，便见蓝忘机将手伸向他的腰带。魏无羡一愣，这是要来真的？虽然先前答应了脱光衣服检查，两人又同为男子，检查伤势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上辈子他也干过类似的事，可不知为何，若这件事由蓝忘机来做，便不甚妥当，有些心惊肉跳。魏无羡忍不住道：韩光俊，我刚才开玩笑的。蓝忘机没听见似的，手上不停。眼看腰带被扯了下来，下身一松，魏无羡道：我开玩笑的，我真开玩笑的，韩光君你。蓝忘机只是慢条斯理地将他系错的腰带重新系好。哈哈，魏无羡心中的惊悚已无以言表。不，这绝对不可能是蓝忘机，绝对不可能。整顿完毕，蓝忘机重新抱着他上路，尚未解开他的定身术。方才费了那么多口舌，还乖乖给他检查了，竟也打动不了这块石头。魏无羡思来想去，话锋一转：韩光俊，之前谢谢你啊。蓝忘机道：不必。怎么不必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可能和鬼将军僵持那么久。哎，说到鬼将军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挟持我走着走着，突然又把我放了，可能是夷陵老祖不在，他不敢擅自做主吧。蓝忘机不置可否，只道：赶路。一路上时不时垂眸看他一眼，或应上一两字。不论魏无羡如何试探，都探不出他究竟有没有察觉自己的身份。说来也丢人，许是蓝忘机身上的檀香味太好闻了，魏无羡也实在太累，最终竟不知不觉在蓝忘机怀里睡了过去。魏无羡一觉醒来，天光大亮，已是第二天午时。他在一个全然陌生的房间，不似蓝家的客室，秦案与香几为檀木所造，折屏、窗栏、床帐，随处可见流云纹辗转，轻轻一嗅，檀香微微。魏无羡起身，在屋内转悠了一圈。难道这是蓝忘机的房间？他摸了摸胸口，骨伤似已愈合70%，只要不剧烈活动，便不怎么疼痛。蓝忘机定是为他服了什么上品丹药，不然不能好这么快。他凑到那只三足香几边，正想仔细看看几上小巧精致的香炉，忽觉脚下有异，推敲片刻，在一块木板下竟发现了7、8坛天子笑。能在云深不知处内发现天子笑，实乃一大奇景。